小心点儿。国家工业遗产，这块还贴个对联，这怪瘆人的。哇，凉飕飕的，里面空气里面是有那种陈腐的味道。井陉矿区，井陉矿区呢，实际上是石家庄的一个区，是石家庄直管的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井陉县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可以理解成井陉矿区和井陉县是平行的级别，但是井陉矿区的位置上是在井陉县的范围内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然后井陉矿区这个东西呢，怎么来的呢？就是，它井陉这块本来就产煤，所以在民国的时候，它就，段祺瑞那边就是兴建煤矿，就在这边有原煤的开采。当时也是挺先进的，引入德国的一些生产线，包括设备工业。因为在60年代，其实有一个历史是可能年轻人不太了解，就是中苏交恶。中苏交恶呢，那段时间很多中国的1、2线城市的工业企业，它要往3线去内迁嘛，所以包括石家庄井陉矿区，包括山西啊，很多陕西，对吧？四川大山深处的一些军工企业呢，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由这个1、2线城市迁过去的。井陉矿区里面也有很多科研院所、兵工厂，实际上是那个时候迁过去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毕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后来也就荒废了。井陉矿区这边还有一个历史的遗迹是，工业煤矿的，就共和国层面内的第一个工业煤矿不是说中国，是共和国这个阶段内。现在也是做成了国家的一个工业遗产，所以我们也会去那边看一下，感受一下上个世纪的工业风格吧。刚在加油的时候也和加油站的人聊了一下，反正他也说现在井陉矿区这边呢，工业企业实际上很空心化呀，因为它底下是有矿的，但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呢，现在是没有办法进行煤矿的开采和一些重工业的这个开采吧。现在井陉矿区这边，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，很大的一部分是什么民宿呀、文旅啊、剧本杀这些东西，这种3产吧。但是这个东西啊，和以前它的辉煌来比是，肯定是不足的。这是段家楼了，然后他们做成了一个那种剧本杀沉浸式的剧本杀小镇。今天他们休息日，所以非常的遗憾。不过它如果说是荒废的工业遗迹的话，本来就空空的，它做成这种剧本杀是最合适的。年轻人还愿意去这个尝试一下，只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对吧？那么大的空场，还有沉浸感、氛围感，这么改造挺好的。一辆车也没有，没人，这里面可以进去。先拍个照。哇，今天这个可能是因为工作日，只有我们这一辆车。解放第一矿是第一座煤矿，共和国期间。车停在那块儿了，等一下凯瑞看我们往里走一走。不过呢，这个确实因为年久失修，有很多的柱子包括墙看着有点倾斜了，对吧？包括可以看见那远处
破败的，里面我觉得即使能进也要小心一些。哎，师傅，问一下，这个矿区里面可以进去逛逛吗？可以是吧？对。没人说到进，要是说到还出来了。哎，但是我看它这不有小台阶？哦，就是上面那个一个小平台。上面上不去。哦。当然里头进不去，不是里头让人挡路了。啊，明白明白。人家要个门嘞。哦，哎，那它留下这个，它主要是工业遗产，比如说它这停车场这么大，它没做成一个景点。就到这个景点，正在讲。你是哪儿的呀？我北京过来的。不是，他这上面那个门推的嘛。啊。不推的。没人说你可以讲，要人说你得还出来，不逃不抢。哦，行行。上边要是没开门，人家进不去；上边开门了就。刚才也和这边旁边的这个大爷聊，反正这里面包括再往前走，还能走到一个那个煤矿的小火车站呢，凤山站应该是没人拦着，是可以进的。但是你考虑到危险呀，对吧？毕竟年久失修嘛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。而且，对吧？毕竟没什么，也不是说没什么人。今天肯定是没人嘛，就一定要这个小心一些。看他以前做过那个餐厅、酒吧，没搞起来吧？应该。这跟上次看这种火车是北京火车博物馆，还有一个是哪儿来着？就是上次去沈阳那叫抚顺吧？抚顺，对，抚顺那边。国家工业遗产。这里头人让进一半，不能让进一半不知道。哦，这个是哪年停的呀05年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您啊，我溜达溜达。杂草丛生啊。不过它这个做成工业遗迹还是挺好的，至少还是能让后人看一看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儿。小心点儿。哦，这块一些门洞已经封上了，就是不让你进。它那块有一些小洞。你在这儿等一下，我看看那洞里面的什么样，完全黑灯瞎火的。哇，凉飕飕的里面。这块还贴个对联，这怪瘆人的。可能前些年吧，修了这种步道，就还走起来还挺方便的。否则，如果全是杂草的话，会很扎脚。哇！祖国生日快乐2024！哇！还有点深啊！哦，这个是一个建筑的这一层，但它从下面还有几层。小心小心，这楼板都对。这是不是沿着铁路走啊？大爷说前面是凤山站。像这些窗户洞都是开着的，但是估计怕有些人乱爬，危险吧，先封上了，感受一下就好了。但想穿过这个铁路，从这儿穿过去吧，看看前面有个火车站。哇！
这是火车的那个枕木吧？哦，这里原来就是隧道，是过火车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地上还有好多煤渣。这个确实空气里面是有那种陈腐的味道，会有一点潮湿、湿气沉积下来那种轻微的霉味儿。对，这个应该是，也不能说中国啊，这个应该是河北这一带很早通车的一个车站，凤山站。这是站台，这里面都有人住过，好多生活垃圾，是不是流浪的老哥曾经住过？现在呢是下午，其实这种地方我觉得傍晚来会意境会更好。在下午来阳光比较充足，会觉得安全感更强。可能是以前的列车员，他们是不是过夜的地方？你别进来了，我看看。哇，这跟现在民房基本上差不多。地上有好多荒草杂草，加上这个断壁残垣的，这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感觉我鞋踩上屎了，对，走起来软软的。看这些建筑啊，塔架呀，会感觉到那种重工业的压迫感。这种东西在大城市啊，或者说一般的城市里面见不到，只能在这种郊外吧。而且感觉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，现在的工业呢越来越集约化，这种精细化吧。这种比较粗犷风格的，大开大合的，确实是上个世纪的那种工业风。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比较迷恋，去废墟探险吧。包括新裤子那个彭磊嘛，他不是一去新的地方演唱会，他就喜欢探访这种废墟。我觉得确实是这种建筑，或者是整体的氛围是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的。就是如果想过来，我建议还是穿长裤，然后有一些蚊子，包括野草吧，还挺刮腿的。如果真的想去里面，前提相对合规性的前提下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建议带手电。拜拜了。